那接下来呢，我还想请教一下我们的胡医生啊。那我们刚刚提到了说，我们每一天，我们每一次啊去做这个检查，其实它能够反映出来的是我们身体当中的现状啊，和我们这一段时间的生活方式。那其实我就想到了，就是我们每一年基本上我们的中老年朋友都会做体检。那体检当中呢，影像类的这个检查其实也几乎都是一个必选项了。那您觉得在这个每一年一年的这个我们放射类的这个检查的结果当中，我们应该去关注什么，来去调整我们的生活方式？这个问题非常好。随着现在生活节奏的加快，这个体检，包括我们常规每年一次的这种健康体检啊，已经开始走入到我们的人群当中了。尤其是对于我们这个中老年朋友来说，在这里呢，我也特别希望大家能重视起来。这个规律健康的体检是非常有必要的。我们的体检当中，除了一些常规的体格检查之外，有一些查血呀，或者说是包括我们这种影像检查，有超声、CT 或者是磁共振等等。那么这些来说，其实是非常有必要的。根据不同的年龄段，这个加入不同的检查项目，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有一个正确的、全面的了解。这其实是非常关键的。刚才提到我们的影像检查其实就是一面镜子，包括体检也是一样，不要去排斥，体检也是一面镜子。在这一年当中，我们吃的怎么样？运动的怎么样？我们的生活作息、我们的情绪变化等等，其实可以通过这样一个体检的结果来反映出来。它不是一个判决书，对，还是那句话，它不是判决书，它其实呢是对我们整体这个1年或者是2年这样生活的一个写照。那通过这份体检报告，或者说我们的影像检查，你会发现自己身体哪一部分出现了问题。如果说在一个医院长期坚持的体检，那还会有一个完整的一个对比。那么这个对比其实就是对自己身体的一个全面的了解。你会觉得这一年我动得多了，那我的这个腰、关节、腿，都比之前的结果要棒一些。那如果说这一年我吃的好了，发现我的肝脏负担减轻了，我的胆囊系统、整个胆道系统都出现了一个健康的一个状态，那它其实是有一定的变化的。最后呢，我也要强调一下是什么呢？这个体检结果包括影像检查，最后所有的这些资料一定要交给专业的医生去判读。这一点非常关键，因为我身边啊就有这样的一个朋友。他呢会拿着自己的体检结果问一下这个隔壁的邻居啊，对，这个我相信大家观众朋友当中呢，肯定也会有人这个样子啊。在这里呢，我的合理的建议呢，就是一定要找专业的医生去判读相关的影像检查结果和体检报告。那专业的医生会对您整体的这样的一个结果进行一个专业合理的一个建议。那么也希望在座的这个中老年朋友能正确的或者是更理性的看待自己的身体状态。确实是这样哈。所以其实简单总结一下，就是第一点啊，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检查，大家一定要去做啊，不要因为恐惧或者任何的原因而去回避它。第二点呢，就是做完了之后呢，我们还是要找专业的医生来进行解读啊，不要自己去看着这个字儿去猜测一下、揣测一下，甚至去问一些这个非专业人士的意见啊。那这个呢，可能会导致您的紧张情绪反而有所加剧。但是呢，话说回来啊，我们所有的这些检查以及检查的结果，它并不是像我们的最终的大考一样，它其实可以说是一次阶段性的小测验啊，看一下我们的身体究竟这段时间它的得分如何呢？啊，我们比如说发现语文弱了，我们就补语文；数学差了，我就补数学。其实它起到的是这样一个作用啊，所以它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非常好的健康助手，也希望大家能够合理的运用它。那我们今天的内容呢，也就聊到这儿了。非常感谢2位医生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做客，今天精彩的分享啊，可以说是干货满满，同时呢，也让人觉得心里非常的踏实。我们简单回顾一下今天的话题，我们从检查本身的安全性到日常的饮食、运动，再到我们的情绪和心态。其实呢，我们一直在传递一个核心的观点，就是健康啊，从来不是靠一次检查来决定的，而是靠我们长期的生活方式慢慢的养出来的。
放射科也好，影像检查也好，它不是来吓人的，而是来帮助我们更早的看清身体、调整方向的导航仪。我们也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让您在面对检查、面对身体变化的时候，多一点安心，少一点焦虑，多一点掌控感，少一点恐惧。如果说您觉得今天的内容对您有所帮助，请您点击关注。以后呢，我们还会继续的邀请更多的专业医生，以更接地气儿的方式来陪伴您，把健康这件事儿一步一步的做到更好。好的，我们下次再见，再会。再见。